来了来了，这一盘是我的。托我们嘉宾的福啊，可以吃到这个美味的西餐，是热腾腾的嘞。开玩笑，对，我的稿在这边准备好。凤姐，听说今天的嘉宾不太习惯边吃边聊。不会，我们只是从美食让他松懈一下，然后问一些比较简单的问题。而且午餐我们也没有吃嘛，吃一点点之后，我们就会进入冗长的审问时间。全听你说。我再做一下准备，因为啊，这位大哥真的是太多历史了。这个可能是杰尼你第一次给我20篇呢，他的访问稿大概10篇，他的历史10篇，我删掉了10篇了，删掉10篇。我们要立正吗？马上就开始了吗？我们先等我一下，听说你不大要吃，来啦。哦，不是不要吃啦，是一边吃一边讲话啊，很分心。我等下，我们还要沉默多久？是干嘛又在抗议啦？不是电影的宣传。梁导，我跟你讲，OK 你知道时下年轻人啊，都是这样吃东西，聊聊天，而且最重要是，真的是没有吃。那我可以拿口罩下来了吗？可以，你戴着口罩吃，我也想看啊。你知道吗？啊，这样。你是看着我出道的人呢。是啊，你记得吗？你第一个节目是上我节目啊？是我忘记了嘛？搞笑行动嘛。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欢迎大家收看我们的搞笑卫星新闻。根据调查，学校假期已经开始了，真的是有人欢喜有人愁。对，欢喜的呢，当然是这些孩子们，因为他们不必再到学校去上课；但是忧愁的就是这些孩子的父母们，因为呢，他们得在家里照顾这些顽皮的小孩子。那时候 Mr. Man 跟我讲说啊，有一个人呢很有潜力的，是名利的什么什么人。然后我就说是吗？好啊，因为我们搞这行动一直都是抓新人嘛。然后呢，你来了之后，我记得那天呢你是不会讲话，然后那么干笑傻笑，就没有想到，你看单单笑而已就吸引人。你其实也不是说漂亮不会讲话，你是又漂亮又会讲话，而且是超会讲话的。所以呢，我很高兴呢，你的出道是跟我有关系。我要首先要先代表制作组，也代表自己，非常感谢志强大哥能够上节目。OK，因为你是一个殿堂级的人物，要访问你，你的话稿10篇，你的历史20篇，丰功伟业啊。我们从第1篇开始讲起。在我们知道啊，你从小学的时候你就已经崭露头角，就已经跟常人不一样。其实说真的，中1、中2是一段很美好的一个回忆。我很记得的就是我的一个老师，华文老师，他好像就是杨济南，哇，你还记得。他很有趣的一个老师，就是说，你看我们现在讲那种创意教学，对，早在1974年的时候，他就开始做创意教学。他呢有一天就进来，他说：“同学，今天呢我们不要写作文，老师要你们去找一篇文章，然后你们上来念。”啊，你们演讲也好，讲故事也好，都好了。我打分就是看你在台上怎么 present 你自己。每个同学都是战战兢兢的，讲法就是上来就是同学老师好，我今天要讲的故事是谢谢，然后就下去，就是这样。对你不是这样的人。没有，我就看到为什么同学们这么害怕，我也不理解。你不害怕？我就是觉得很奇怪，我不害怕，我就走到班上的时候，我就什么都没准备啊。你连那个作文稿你就没写，没有，你就这样，就是在脑子已经不是因为啊，我小时候呢很喜欢看那个一个报章，它有一些故事叫4人夜话，都是讲鬼故事，所以呢我就记得有一个故事很精彩，我一直不能够忘记掉那个故事，所以呢我就很上来很自然的，然后我就就这样口沫横飞。你不只讲，你还改编，还有剧情。你知道，你一定是这样的孩子。我们主持人都是这样，对，我们有一段，我们就会变成一大段，这是一个职业病嘛。我那个时候就已经有了，本来很短的故事，我竟然讲到完的时候啊，时间到了，然后同学们说我们要听，明天再讲啊。你看我当时就有上下集了，你知道吗？我拍上下集是有历史的，老师也很惊讶，他说他发掘到了一个人才。那他给我真的很高的一个分数。后来刚好那一年学生理事会，他们的一个康乐组的一个组长，他就是闻风而至。他说：“听说你讲故事很厉害，
你是不是再给我们讲一个故事？反正教师节我们要庆祝，给老师开开心心嘛。我还跟他反建议你看看呢，讲故事已经过了，对我来讲。我说我们搞个短剧行不行啊？不可能吧？真的？他做短剧啊？你可以吗？我说可以啊。你行吗？我说行啊。谁写剧本？我写啊。然后排练我排啊。你什么都不懂，你哪来的自信？我也不知道。然后呢？好，那他就我记得好像是教师节，我忘记几号了。反正教师节那一天，那我们就呈现了一个短剧。这个就是第一个短剧，黑白照，然后就是威武的那个了嘞。对。东省的一个朝堂了。我们也不懂演什么，忘记演什么了。1974年初登舞台的志强大哥，这个瘦瘦小小的，侧面的，对，我长得很像我的这个小儿子。现在我们家人看到啊，很像我小儿子，大概就这个样子。所以你看，中学就已经看到志强大哥的另类跟他的才华很奇葩的那一面啊。你人生还是有一些低潮，你在 O level 的时候没有考到理想的成绩，那一阵子我其实是很茫然，然后我就想，我明明我也读的很多了，我也做了很多了，对不对？那可是我有一个我自己知道，我其实是读不进脑的。我自己后来发现到啊，我原来是 HD 什么 D 我忘记了，ADHD。我过动，我的集中力啊，原来只是一下子可能也就是这样啊，学习成绩不好。小的时候我们没有这种常识，我们就一直以为说这个是每个人都一样。所以我今天能够拍小孩不笨，我不是没有道理的，你知道？难怪。所以你当年在写这部剧本的时候，我相信一定很多情绪在里头。我写这个剧本的时候，我跟你讲，我一边写一边哭的。但没有人知道的，尤其是写到好像国宾，他怎么读都读不好嘛。他拿个成绩单，妈妈躺在那边，他要告诉妈妈，我已经尽力了。我对不起你，我已经尽了我最大的努力，但是还是拿不到90分。我真的对不起你。那个就是有一半你的心声想要告诉你妈妈嘛。不只是我了，那我妈从来没有怪我的成绩不好，对，这是我觉得我比较幸福的一个地方，因为我妈妈其实她知道我是很自主性的一个人，懂得怎么样处理自己生活的人，她从来也不用去特别关心我。我长大之后，慢慢也看到说哇，很多孩子呢都跟我有以前一样的问题嘛，所以我的感觉就是说，好啊，我这部戏是一定要拍，让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读书有些时候真的是一个读书它就是一个天才来的。读书就是一个天才。当然不是说每一个人都是一个天才，但是我觉得很厉害读书的人绝对是一个天才，很会唱歌的人他绝对是一个天才来的。你好负面哦。不是负面。你为什么在这个地方这么卑微？不是，因为我觉得在这条路上呢我其实走得很辛苦，没有人知道的，对不对？因为我自己对我的要求其实是蛮高的，但是呢，我在中学的时候就摔了这个一跤，然后呢就会发现到说，哎呀，因为我自己很用功读书嘛，但为什么我就读不会是我的错吗？读不会，是爸爸妈妈的错吗？是因为他可能生了我，给我这样的零件，然后呢，我就是只能够做到这样可是后来我慢慢看到另外一个信息，因为人本来它就是一台电脑，是一个 CPU， 很多 software 装在你的身上，然后呢，你要慢慢透过学习你的生活方式，认识朋友，去启动。是，所以志强大哥后来就因为也考取的不是很理想，你就去考了军官，考了军官你就很理想了。那你看如果我读高中的话，我的人生的道路就不一样。那我没有走去读高中，对不对？那个时候是我舅舅他开了一个印刷公司，我知道他也不需要人了，但妈妈就叫他帮我一下。我大舅就说好啊，就来做吧。那反正我什么都不会，所以一个月薪水大概100块钱，我也没有计较，反正我是什么都不会嘛。那我很感激有这样的一个地方能够暂时，可是，在那边做工的时候呢，也慢慢的一直在思考自己的未来啊。可是呢，我也没有读高中那个军队的那个信就来了，那我就看着那个信我要去当兵了。我才17岁而已嘞，我17岁，我再想一想，刚好给我翻报纸，又翻到要找这个见习军官，我看到了，只需要3科及格。
刚好我这3科都及格。我跟你讲，我英文是很烂的，可是我中试会考，我还可以拿6，而军队要的就是6就可以了。OK，可是我连讲都不会讲。你可以 imagine 吗？我是带着这样的一种情况啊进去这个部队里面，然后呢，我们还要去考一个很好笑的一个叫做 IQ test，200题，哇，一看全部英文，没有一个字我看得懂，没有办法，全部英文呢就写 digam， 哎，第一个教，都不会，不什么意思来的，然后就收到那封信，他说 I regret to tell you， 我遗憾的要告诉你。你没有被录取。OK， 那我就说，哎呀，我早就知道了，我就把它撕掉了，啊，回去继续帮忙我的大舅的。哎，不久之后又来了一封信，啊，那个 After several consideration, we decided to take you. OK， 后面这就是我加的，但是我记得是 after 什么 consideration 呢？突然之间呢，一种失而复得的那种心情嘛，二话不说。就直接签 sign on 6年哦 ，OK， 军官，因为你必须要签约，他才能够训练你啊。然后呢，战战兢兢的就进入了这个部队里面。他们讲的语言一个字都听不懂，因为有什么东什么都有他们的术语啊，马来话跟英文混在一起。我一个字都不懂。但是我们以前有在学校有做过这个制服团体了，所以那些步操这些都还懂。但因为军官来的时候，他们讲的话什么，你就是一个字都听不懂。我当时听到就是讲，Is that clear？Yes sir 就好了，你讲 yes sir， 因为大家都喊嘛。然后随着之后呢，就进入另外一支不同的训练，组长的训练，然后才到排长的训练。我军官学校毕业之后呢，他就派我到这个部队去嘛。他首先给我第一份工作是什么？军需官 ，logistic officer， 我们叫做 quartermaster， 就管 store。第一天到那边，他说你要 take over 整个 camp 的 store， 整个 camp 的 store。我说我不会嘞，我跟你讲啊，连那种灯啊什么，它都每一个 spare part 都写得很清楚的，你知道吗？然后你跟那个 helmet 啊，里面上面有很多东西，那个我们叫 SBO 啊，就很多东西的，它都是记录在案的。所以在军营里头也有展现出你的天分，就是听说你一直画画，人家不会画的地方。这个也是很有趣，因为当我在做军需官的时候，就说真的是有比较多空闲的时间，5点就准就下班了，然后呢，平时就有一些多余的时间。我才可以去电视台。我那个时候就在电视台参加这个演员训练班，啊，跟向云姐同一期。对。可是我记得你是文工团的，你是没有还没有到。我先跟你讲说，这个过程是一个很有趣的一个过程啊。当我在当军需官的时候呢，无聊闷的时候就画画，我就把那心中里面的一些好玩的对军队的一些看法的东西，我把它变成漫画，然后就寄到这个《国风报》。《国风报》就是新加坡军队里面的一份很久历史的一本杂志嘛，他们也很欣赏我的漫画。有一天呢，他们就问我，哎，我们想给你做一个专访。我说好啊。他说你还会有什么才艺吗？我说有啊，我一直在参加这个戏剧什么的。啊，他就很有趣啊。后来就来访问我，帮我写了这一篇。一个会画画又会演戏、有戏剧知识的一个军官，就在武装部队里面，他就这样一个标题。OK。哎，刚好就给文工团看到了。文工团的那个戏剧指导啊，叫 Mr. Loy， 我还记得，他就很高兴打电话给我，他说 Lieutenant Neo， 你有没有兴趣啊来做 drama director？ 我说为什么？他说因为他想离开这个工作。他说我看到你，我说我很高兴。他说我要不要？我就哈。文工团招我嘞！你开玩笑，这是我梦寐以求要去的一个地方嘛。对啊，这本来就应该要去的地方。就本来要去的，我是苦于没有门路，不懂怎么进去嘛。然后呢，大概2、3个月后，突然我记得我还带着我的兵在德光岛训练。那个时候我已经从 quartermaster 换成了步兵的排长，然后排长呢一批新兵进来，我们就负责要训练他们嘛。哦，你已经不用看仓库了。不用看仓库了。对对对。那天我记得是刚好第2天去休息嘛，然后呢，我的这个同僚啊，就是我们的 CSM 啊，他就拿一张通告出来，因为我每一天都有一个通告，他在念。Lieutenant Neo Chi Keong is posted to Music and Drama Company as a choreographer。那个尹杰问我，是，你会跳舞？我说不会啊，你为什么去 choreographer？ 我说不是，应该是 drama 的，他写错了。就这样，我就过去问工。命中注定的吗？真的是天才要来了，要诞生了。就把我转去文工团那边去。我去到那边的时候，哇，我回家的感觉。因为
唱歌啊、跳舞啊、演戏，不就是我要的吗？所以你问我，我说他还是一个奇迹对我来讲。是 OK， 然后呢，就开始了整个戏剧的生涯。然后也因为在那个部队里面呢，我们常常要到很多国家去表演嘛，所以我们每一年都要到台湾去考察。因为台湾呢也是有义工队嘛，他们整个部队有20个义工队啊，还有甲组、乙组、甲组、10组、乙组、10组，每一年哦，他们都会在那边呢有一个比赛，所以呢我们就去考察，去那边看了之后呢，就吸收了很多那种舞台的表现手法。可是每一次呢到了台湾的时候呢，我就会到他们的西餐厅，当时那时候流行西餐厅，然后就看到有张飞、胡瓜这些人都在那边登台。我跟你讲，我在当时啊，从来也不知道，原来综艺节目是可以这样玩。2个人在台上配搭无间，而且玩那个文。你看到的那些都是什么？已经他们在西餐厅脱口秀哦，他们在主持节目访问，然后呢，我第一次才见识到啊，中文可以这么好玩。嗯哼，就是你的用词啊，可以如此的巧妙的弯来转去，然后呢，可以达到啊很妙的效果，真的大开眼界。那时候有些地方还可以买一些录像带，这录像带拿回来有时候还看，所以看了之后呢，我就刚好有机会做这个综艺节目。你懂，早期我们的电视台，我们做这个综艺节目，主持人的稿是写好的9宫格的死的，就是类似这样的。每个人这边现在这个是还 free 的，以前是跟着格子打的。这边讲完就是大概12秒，12秒收场，right？ 不 fix 啊，你讲话真的是，然后呢，你不可以讲错字的嘞。其实基本上主持人呢，只是一个背稿机而已。所以我真的是很气，所以啊，我就是看着那个，我就OK 好，然后呢很难，短短的 OK 了，反正呢就是后来正式可以主持节目的时候是在文工团，就是当我在主持知己知彼的时候，已经在文工。你跟何洁的时候，哎，奇怪那个时候啊。电视台都很喜欢走现场直播，是效果也很好。所以那时候啊，战战兢兢的，你知道吗？你在讲话，让你想到哇，有多少人在看着你那种感觉，你知道？各位观众朋友，陈秀慧呢是刚刚才加入新加坡广播局，那我们希望呢她也能够在往后的日子里成为我们新加坡电视观众的另外一位知己。所以你那个时候啊，怎么背稿的？死背咯。你可以吗？你可以吗？死背不是说不可以，但是呢。很担心呢，会一片空白。现场出状况过吗？当然有，那边没有。我跟你讲，那个导播会流冷汗下来跟你讲，你干嘛？我跟你写好，为什么你要这样啊？然后你就OK，哎呀，反正那个年代啊，大家都有他们的职责啦，所以我们也了解啦。那我们当初还是怪自己没有把那个稿背好，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背不好，对，你知道吗？到后来呢，你知道很好笑，就是缤纷节目呢，就缤纷1、2、3、4、5，本来是缤纷星期一嘛，后来就1、3、5，后来就干脆1、2、3、4、5，因为反应很好嘛。然后呢，很好笑的就是我记得啦，那个时候呢，什么节目呢都容易找到人。音乐很容易，唱歌很容易，杂志性的都很容易找到，唯独短剧找不到人。所以当时短剧就是我就 volunteer 写稿。没有，那个时候你还是军官哦，还是军官。然后电视台这个也是 part time， 也是 part time。他们就是叫你来啊。但那个时候呢，我要声明，就是说我在文工团的时候啊，文工团呢，他当时呢是特别呢批准我们的团员呢都可以到外面跟任何一个这种戏剧啊。团体什么的合作，因为他们没有很好的一些场所可以训练嘛。所以那个时候你来电视台的这个算是学习接触，是算学习接触。有薪水吗？我们那个时候有拿薪水，但我没有报告。哎呀，电视台那个时候薪水多少？那不叫薪水，那叫车嘛。对，大概10块以内就有。所以那个时候你就拿到缤纷1、2、3、4、5了。对。你是撰稿加主持人加短剧吗？先撰稿。我没有写过稿，那个稿一定是要撰稿来写的。那个你绝对不能抢他们的饭碗。那些短剧呢，就还是会有商有量啦，跟那些撰稿讲，可能我们讲，还是会有。那你以一个 part time 的身份进入电视台，有这样的一个写短剧的身份？不是身份，他没有给我身份，他后面 credit 也没有放梁志强短剧没有。但是我跟你讲，我就是贱骨头啊，做嘛，反正你的才华要是不做的话，没有人认识你，对不对？你看，要是我不做的话，我有什么机会让人家知道？原来我是很会写短剧的，所以你就必须要牺牲啊。所以这个时候也等于算没有不是说表现有没有特别好，因为你也没有说好到足以让你的短剧入驻，然后改朝换代一下。有，到后来，我们那个时候在综艺节目的时候就那时候还有画亮造景啊，那时候他们很火爆，
对，然后呢，我们几个人呢，我就是总是有这种 idea， 我就说，哎，我们去找一个赞助商，赞助我们要3万块钱，我就跟他拍了一部电视剧，这样2个钟头，1个钟头多2个钟头，一个故事，我写了一个故事，然后呢，我就把华亮、赵景、林一鸣、建斌我5个人嘛，然后我们就叫5福星嘛。那我们就拍了一个 video， 你自导自演自编啊，那个。对，然后当然有了我们公司我几个同事啊来帮忙啦 ，produce 这样啦，可是也就是用那种简单的方法就拍咯，然后呢就得罪电视台。你们，我们来讲一下，因为可能是会有一些原因的，什么原因？你觉得在我猜测，因为呢我们动到这个赞助商，因为后来我想不到其他理由，他们封杀了我2年。会不会是有一些误会存在？可能那个时候你是一个军官的身份来到这边，不是正职，也不是 part time， 然后又是明星又是幕后，然后改稿，自己带着剧本来，又可以当演员，又可以当编剧，又可以当导演，会不会得罪到人？说真的，没有想那么多了，就反正呢，我就是当时就是一股傻劲去做嘛，因为我就知道啊，就只有电视台可以让我这个平台可以让我发挥我的才华。2年里面，怎么敲门，怎么问，大家都给你很奇怪的答案。然后到最后就刚好碰到一些国会议员，他们就问：哎，你好久没有上电视啊？这样刚好问到这个，哎呀，我被封杀，你知不知道啊？啊，是吗？没事，我来帮你去问一下。我跟你讲，真的很好笑。几个礼拜后，可以回来电视台了，我们要做一个什么节目了？马上通就通。然后那个时候呢，也是我跟易明2个人呢重新回来，我们才从那边呢开始再起步了。你怎么会想到是搭一鸣大哥？因为呢，他胖嘛。哦，他胖有加分呢。他胖，他还有才华。因为我跟他有碰过几次面，然后发现到他也蛮有墨水的。那我其实就是想找一个也算是有墨水的，至少大家的节目层次可以高一点点嘛。谦虚啊。当然我们也最后没有高到哪里去了，但是反正我们有些时候还可以玩很多文字游戏，这个也是基本上我们要的啦。一胖一瘦的一个形象，在视觉上也是比较好看，有点延续王沙野风，对。但是呢，他又比野风胖，我又比王沙胖一点，所以我们又是另外一个造型嘛。所以那时候你分配到8点档的时候，是让你担任主持的工作，还是幕后的工作？那个时候啊，只是一段脱口秀的时间，他是每次给我们10分钟还是15分钟，然后呢，我们所知道的就是做1季，一季就是13期嘛。然后呢，到最后一集的时候，我还记得我跟林一鸣2个人在电梯里面。你问林一鸣，他一定会记得这个场景。我说，13集做完了，对，应该是要拜拜了。我们很悲观，因为他也没有来跟你讲要不要继续做下去。那你说，哎呀，做完了，算了，有做1季也就不错了。没有哦。又再继续做多一集。但那时候你们已经很红啦，就反应很好。可是你也不知道他们的想法是什么，你知道吗？因为当时没有竞争嘛，他也不会说一定很珍惜你的嘛。说真的，我们那个时候不了解自己的价值，不了解呢这个市场的需求。你这个做几季才进入到搞笑行动这个？我记得好像有做了大概就是差不多半年之后，我记得我跟 Mr. Man 说，可能我们要进入一些新的一个 format 了。我说我跟一鸣2个人这样的脱口秀这样谈哦，我们也很受局限。他说好，你要什么？那我就跟他讲说，可能我们要进入剧，然后我说你可不可以让我拉一些人进来，对？那时候我刚好有做训练班嘛，李国煌啊、辉哥啊那批人，就是我们训练班里面的表现最突出的嘛。他说好来。然后我现在给观众看的就是大家非常期待，也就是塑造了我们综艺的一波非常引领潮流的开始，梁婆婆的诞生。养儿防老真的很好，养个儿子就好像那个公积金一样啊，老的时候才知道很好用啊。梁婆婆真的是家喻户晓，人见人爱。我讲到梁婆婆之前呢，我先给大家讲一下很好玩的这整个过程，就是你刚才讲到说搞笑行动啊，我们来做脱口秀，做完脱口秀之后呢，我们就做神经医法。神经医法之后呢，做到一段时间哈，又是来到呢一个瓶颈了。然后呢，我记得还跟这个怡文、桂开，我们几个人选桂开，我们还坐在那边就说怎么办，要演什么？我就说我拿了一个录像带，我在台湾看到的。我说你们觉得怎么样？所以大家就看了之后，怡文笑到啊，桂开也笑到，我觉得这么奇怪，你们笑到这样。然后我跟一鸣啊还没有什么笑，为什么？因为我们说这个是 slapstick 的，我们不要做 slapstick 的。
你懂，我跟艺明那时候有一个默契啊，我们就是不要做那种无厘头的 slapstick 的那种。可是他们一直笑着，他说可是很好笑嘞。贵开说试试看做一个啦，一集就好了，一集就好了，没有反应不好就不做了嘛。那大家就同意了，就好就做，就没有想到梁婆婆那个时候那一天的晚上我记得，梁婆婆从那个后台这样哒一走出来的时候，全场的爆笑声哦，是我从来没有体验过的。And I don't know why。然后呢，讲什么都爆笑，讲什么都爆笑，你懂？当你是一个艺人啊，你讲什么都很爆笑的话，你整个演出的心情就很不一样。对。然后呢，第二天我们以前还有 postmortem， 对。做完节目之后还回来看看昨天晚上你哪里讲错了什么。然后呢，大家说哇很棒嘞，我就当然也说这样应该可以再做了，我们就再继续做。这样梁婆婆就是从此就这样诞生了。所以在最疯狂的时候，全新加坡最轰动的就是梁婆婆，可是也迎来了你生命中的另一个危机，就是一鸣大哥要离开了搞笑行动了。你会不会觉得太残忍了一点点？我告诉你，艺人最怕的时候就是他自己觉得他红了。我永远都想扮演一个角色，就是你最红的时候我不要理你，你不红的时候我会看着你。我讲了可能你不相信，但我其实有时候是一个蛮自卑的人。你也可以上 Millicent 免费随心选听，全听你说加料版。